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正在深深为你着迷哈？谁正在深深为你着迷哈？那这是今天两张牌，那我会把这两张牌的牌意写在这里哈。那你们阅读完选牌完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来，给你们15秒的时间。好，那选完牌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正在深深为你着迷哈？谁正在深深为你着迷？来，我们今天从5张牌，一样从5张牌来做最基本的架构里面再做分支哈。来，好，先这5张哈，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你们的超连结好了哈。这样好了，我来看一下你们现在的2个人的状况哈。这边应该是圣杯10的状态。好，基本上啦哈，我是得到一个很基本的讯息，是你们2个的关系应该算是不错哦，所以他并不是处在一个暗恋的状态，或是一个隐藏的状态。这边看起来你们有蛮长一段已经有不错的相处跟交流，你们好像还有一些共通点。在某个角度的诠释来说，应该已经有交换蛮多内在心事了哈。可是如果以最协调的角度出了这张牌，我必须说，他把自己对你的心意哈隐藏的非常深，他用了另外一种更合适的角度跟你做朋友。你会知道他这么喜欢你，会在某一天得到告白吗？坦白说，我在这张牌里不这么认为。不这么认为的点，是因为他已经到了10了，圣杯到了10，表示他已经花了非常长的时间，让你们的关系走到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是没有必要成为新的关系啦，没有必要成为新的关系。那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为什么在犹豫和思考？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契机哈，似乎是有一些可行走的点。所谓可行走的点，就是这个关系并不是完全封死的状态。这样子的话，我们直接来看了哈，这个角度，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会非常明确的觉得，它就是一个被封闭封死的状态了。那这里总有一种可能性还存在的，讯息一直在渗入哈。我翻一下好了。其实有可能是有机会是有，但是以圣杯2搭配圣杯10，再加上权杖10的讯息，我觉得他已经觉得不要让这关系再往前，或是进入
进入，简单来说就是他不会去，他不觉得，改变或是进入恋人状况会比现在更好啦。坦白说就是这样，他不觉得，而且以他现在的概念来说，他觉得反而沉重。如果进入太多只能说他现在选择了成为你一个蛮好的朋友吧。现在的角度来说，你应该有跟他分享蛮多你的心事，而且这个时间已经经历蛮久了，有到几年哦。只是你没有办法察觉到他真正的心意啦，因为他确实已经把它包装成，或是定义成、表现成，他也习惯了这个方式待在你身边哦。没关系，我再继续来看了我还是觉得有可能哦，所以是这里并不支持这个想法哈。对啊，这边月亮牌，它这一个很深、很隐晦、有点像是在你耳边偷偷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秘密的这一个讯息的感觉。这边告诉我说，没有一定，即使对方把你们的关系设定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他也觉得只能是这个样子。可是月亮牌所在的牌阵的位置告诉我说，偷偷的说，没有一定只能这样，路没有完全被封死，也不是只能走这条路。所以这边打开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局面，就是这一个跟你蛮好的这一个人似乎有在暗示底下有某种很细很细的心思，在你们两个之间，其实有默契的都知道，你们的关系可以不只是现在这样。他也没有那一种所谓从朋友变成恋人的那一种适应上的不舒服感，也没有，只是你们一直没有往那边去发展看看，或是往那边去思考看看。那从金币3的这个位置跟圣杯2的这个位置，它都比较像是一种如果要维持这份关系的完美，那他现在所选择的一个能够帮助你的好朋友，能够跟你一起出去玩的好朋友的这个角色，是完美诠释正能量跟正念的这个角度。它简单来说就是安全的，非常安全的。这两张牌所看的牌阵啦，所看的角度是矛盾的。它是比较正面，它是比较负面，或是它是比较看透某些现实。那这里也看透了，可是他不会把它说出来，因为这个牌阵的位置，它所代表的是没有缺陷、毫无负能量、肯包容的位置所传导出来的讯息。所以，即便他看到了你们两个都还是有一个恋人发展成恋人的可能性，可是他不会说。不会说的原因是因为这可能有某一个程度上的不安全感，不稳定也会被归类成不安全。可是这个牌阵没有在乎这个，他只是在乎是否有路径可以通达恋人的状态。安不安全、稳不稳定，不是他在考虑的部分啦。我只能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如果要成为恋人，要跟你告白，他自己心里的某一种已经制约的想法，他必须要摆脱。那我是反而觉得可以豁然开朗一点啦，他可以试看看，因为通常
会有这样子的阻碍讯息，我都觉得是有目的的。那这个目的是，可能你们两个成为恋人的能量蛮强大的哦。这个你们两个人的合适的能量很强大，到可以让你们两个绑在附近这么久，可能也在等待一个成为恋人的契机，也说不定哦。只是以他的角度，他更早发现这件事，他已经把它框限住，不要让他往那边发展了。好，但是我们翻牌的契机就是要找到那一个非常隐晦的死角的珍贵讯息，还有打开我们的盲点。哦，来，我看一下3张哈。好，这张一直在吸引我，但是我还没有准备要开，那我把它压在这里。我看一下哈，以整个宇宙结合着，无论是智慧的基础、智力、生命的经验，总结出来，出了太阳牌，它似乎是在呼应月亮牌所说的，是有一条路径可以达到恋人，而且不算是随机的，不算是试看看走下去才会知道结果的。它比较像是说，它也是一条可以行走的路。所以你们这份关系可以成为恋人的，这边看起来是可以成为恋人的，而且将会有新的能量被触发。但是以月亮牌来定义这3张牌作为一个标题来说的话，它还没有定义所谓的新能量的长相，可是它又定义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哦，你大概可以理解，他告诉你说可以去，然后应该各种方式、各种东西都是好的结果，会好的事情，只是他还没有能巨细靡遗的告诉你是多好的事情就对了啦哈，那没到那么好。那我看一下这里哈，好，权杖10。权杖10出2次哈，他我觉得他在暗示的是心理状态上的调整啦哈，因为要呼应这里，我觉得你反而不会那么难去面对这一份关系的改变，反而是对方。所以对方现在没有办法从你们两个比较好的朋友关系里面突破成恋人，还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太定义了你们的关系只能这样，他也太相信只能这样子。那这一件事情哈，我觉得2张权杖10出来，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契机点。他会让他自己因为是太害怕，或是觉得太沉重。如果你们从朋友变恋人的这一件事情给他很大的负担，他在心理上总有一天会，我觉得会有一种疲劳感，就是其实没那么害怕了，没那么有感觉了。所以我在想，这里给的契机点应该是在等待那一个。他自然而然内心生成出一种好像可以表达了，好像可以告白的那一个时间点，可是这需要蛮长的时间去变的哈。应该是说，他对于伪装或是演一个你的好朋友这件事情，他终究会没那么敏感，终究会没那么擅长，主要是因为他累了，
他会更想要表达内在全新的东西。只是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蛮笃定，你们的关系只能这样了。但是牌面可不是这么说，牌面是觉得，这不是终点还有很多的。好，看来牌面说，即使那一条路是在那里，但是距离走进去这一条可以成为恋人的路，或是找到这条路，或是已经在走了，要走到终点，都还算有点距离。我希望他觉醒了哈，因为这边看得出来，你的角度并没有那么排斥，你的角度反而觉得完全可以。这边没有那么多你的部分的一种反抗能量都不强。看一下这时候出了2个宝剑，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前面其实已经说完了哈。从这里权杖十所衍生出来的，他为何没办法表达？是因为他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我觉得回到前面，他必须要再豁然开朗一点了，要再放松一点。以现在你们2个的关系的定义上，跟他所设定的你们2个的未来，他以为的你们2个的未来的长相，我觉得都偏向太过抛弃直觉，他太以现有的你们2个人的相处方式去设定你们可能的未来，所以他不敢再多做什么去超越你们2个现在的朋友关系哈。那而且他还一直在不断的把你们2个的关系拉回去到最像普通朋友，他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其实从牌面我是觉得他一开始就定错了因为总觉得这副牌总让我觉得有一种画地自限的感觉啦他在你身边扮演了一个他以为对你最好的角色，可是为什么我翻起来都没这么认同我翻起来都没有那么认同他。看一下我翻了3张牌来诠释一下这2张牌的一些分支讯息那宝剑牌8又出了所以6、3，这边是有说他还是有机会慢慢的开窍，发现是他把你们的关系僵化了，是有这个契机。只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僵化的，然后是他主动的使他僵化，但他还没有察觉，这是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是他太过于执念去形成这样子。你们的关系是有一个蛮自在的空间，是让你们可以成为恋人的啦。这边有说一个很特别的小小的契机点，在金币3有说，你们未来会有蛮特别的相处，然后打破了这一份朋友关系。工作上的合作有可能，遥远的旅行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的互助感，让你们或是让他发现，维持朋友关系这个好朋友关系是不够的，他需要在更深入进入你的世界里，获得你的世界里更重要的位置。这是他自己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开窍，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分量需要增加，他才能够为你多做更多的事情啦。我觉得是这样。那以现在的状况来讲，他已经做到非常好的保护你的状态。你有任何的需求或什么，他其实都会自己跳出来这样。但是，毕竟权杖10的能量出了2次，我都会认为，每当他再多为你付出更多的时候，他其实也在把自己推进。越来越接触到是不是要跟你告白成为恋人的那一个边缘，他会越来越受刺激，然后也会在跟你的相处里面为你做了更多或太多，才发现他必须要让这个关系再进阶，他才可以为你做到更上一阶，因为他阻止不了自己想要为你做更多的事情的这个感觉。所以以我们的角度就，你静静的跟你周遭的人相处，因为这里有可能你不太会发现是谁啦，因为我觉得好像人选类似的人选蛮多的，然后他当然也会把自己隐身在跟其他人差不多重要的角度啦。我们一开始就说他要把它形成一个假的身份，就是躲起来，可是他终究没办法突破自己想要为你做更多的这个念头啦。因为毕竟权杖10的那一份沉重感出现了2次，表示他非常非常在意，他其实没有办法表现得这么轻松自在了。那我们的角度就等他自己浮现出来吧，他现在在我们身边，选择这个角度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他很用心的在保护我们。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了哈。一样，终究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难题，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哈，所以我们才要每天去翻一下这个讯息哈，然后你会得到类似的讯息，是因为我慢慢组织出来他的心境跟他能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翻了好几个月都差不多，就是因为他还在变化中，你跟这个神秘人也都还在相处中哈。当然，你们不可能每天相处哈。我们有说到有以年的单位，这一年你们相处了多少次，增加了多少故事性的内容，然后关系上是有能量上的变化或者什么这样。有些人你跟他的爱情、恋情，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需要花时间去让它孵化出来的除非你们一开始遇到就非常强烈的感觉，那个就是你很难忽略跟避掉，那个就会立刻进入恋爱状态。可是其他大部分有很多适合我们的人就都在身边，只是一直没有试着去看看2个人成为恋人是否有超越自己的期待了。大部分是不会做这个尝试的，我们只能让它自然而然的变化出某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然后2个人会意识到说，其实可以成为恋人，看看。好，那就这样哈，只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一样乐观的期待哈，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那一样，今天的题目是谁已经深深为你着迷哈？来，我们来看5张牌的基本能量结构，然后来看它的发展状况哈。来，我们今天用这个。看一下，就这些。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2个现在的相处状况哈。9，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比较像是说，他的角度看你，他现在认为你现在不太需要爱情，在他的角度上，所以他的迷恋目前有所收敛，
也就是说，他可能之前会比较殷勤的，会比较主动的为你做很多事情，这样。可是近期有感觉到你的厌烦，不是说厌烦你，而是好像你有对于爱情的期待或是反应没有像以前这么热烈和追求这样。所以他的角度，他感觉，近期类似要表达爱恋的这些讯息，都可能要先收一点点哦，收一点点，免得让你感觉反感哦。那这两张我来看一下，的确哈，还没时机不好哦。现在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的，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哦。还需要一些转换哦，尤其是你的心境上的转换，还需要再等一下了哈。你现在的状况，即便你现在来看牌，嗯，现在如果有人跟你告白，你的反抗的心态比较强，比较重，比较不会这么欣喜的接受。近期的状况是这样，然后有一种局限状态啦。你选到2号牌的朋友，你可能不觉得，可是我这边总觉得，当爱情出现的非常具体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好像最近接不住。它这个原因有很多，很有可能是你周遭发生了某些事情，在你内在里对于爱情的发生产生了一点点的不信任感，然后以至于改变成一种不期待，或是没有以前那么期待，或是有一种心情是觉得这阵子先不要没有关系。但是你会来看牌，主要还是因为你还是好奇，看看有什么转机这样。那2号牌有说，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正在伺机而动的，想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爱你吗？对你好，都有可能，只是还不至于到告白。2号牌的这里的对方比较拘泥于去对你做很多让你开心的事情，而不是去追求要跟你在一起的这一件事情。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个很淡的感觉，让他觉得很舒服。那他会觉得很舒服，也是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去接触这么大的关系，更大的新关系。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是你们两个的能量上跟心态上，在能量的角度上是都还不够完整啦。所以那一个想要在一起的欲望或是告白的欲望，并没有能量去成为动能去催促，去让它发生哦。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哈。那你们两个其实在很多方面是有互相吸引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某种互相喜欢的这个概念，在你们两个初期吧，就已经把它收起来了，忽视了哦。曾经有，然后现在变成一种习惯性，它没有存在的感觉，就是那个互相喜欢。可是实际上，你们两个彼此的外在很多条件都是很完美的恋爱对象。哦，那他在这方面有渐渐开窍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以至于他现在对你的迷恋已经越来越接近恋人想要追求你的那一个状态。只是，也都是先封锁起来，然后没有要往告白那个方向走。也尤其近期你们的相处也没以前这么频繁，必须要在某一个阶段再重新
有新的旅程，有新的关系，有新的活动这样。近期你们两个的距离，我觉得算比以前远一点哦。所谓的距离远一点，有一点可能像是说你们近期没有像之前见面这么频繁啦。哦，可能有一阵子没有见到人了哈。来这边比较多以现在的状况哈，很需要，我觉得这边有在说，很需要多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然后遇到彼此。这边有，因为已经1、2、3、4张牌都告诉我，你们现在除了空间上距离有存在，就是比较难像之前那么平常接近之外，即使已经遇到了，都还是有一点点的排斥彼此。我觉得这个排斥彼此，是因为你们彼此都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一种喜欢，然后以敏感的程度上来说，他有感觉到要把这份喜欢压到一种很淡的感觉，才能够跟你相处。好像是因为你这边的能量有散发出一种现在不想恋爱的讯息。你一定会说，我都来看这个，为什么不想恋爱？所以我会说，不是你不想，而是真的来的时候你没有要接住。现在又回归到一种处在一种好奇，或是，而且它还不是可有可无的状态哦，它比较像是说，即便爱情出现了，你也会选择哦，没关系，再看一看好了，再等一下。他也不是说你没准备好，而是心情就是有一种往下的感觉，就是不是现在，感受上知道说不是现在要恋爱，心里会期待，可是却又没有想接受，这就是人的矛盾的地方。也有可能近期你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更重要、更有兴趣、更有燃起你的生命力的能量，所以它相较之下，爱情就没那么重要，它变得很淡。或是近期你有感受到，或是看透爱情某一种沉重感，然后你还没消化，还没消化完这个沉重感在你心里，让你觉得很压迫、很难呼吸的感觉。它还是需要某种开窍，让你觉得说没关系啦，反正在一起就知道了。它还没有开窍到那里，近期也这样哈。这组牌的能量一直往下沉，好像水面上是爱情，可是你脚下有越来越多石头把你往下沉，越来越远离爱情。你其实用手去就可以把这些石头给解开，往上浮，可是你们不想，哦，所以我觉得2号牌的部分蛮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整理期啦。因为现在这一个很迷恋你的人哈，他选择按兵不动，他连表达对你比较好的状态，他也先锁住。我相信他，比你更明白，或是更感受到你所散发出来的能量的讯息。因为当局者迷嘛，然后他又这么敏感的在观察你，所以他知道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接近你的时机。好几张牌都这么说，所以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契机啦。契机就是圣杯3这个位置啦，他在讲当前的情况，还是有机会让你们两个有更好的见面机会、更好的互动都有。只是相对于他的刻意远离，在这段时间，又因为你们的相遇需要自己主动的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或什么，可是他现在就那个主动值比较低，所以你们现在的距离算是比较远了哦。但是你还是可以多出去接触啦，因为你的能量上虽然感受到好像是不欢迎新恋情在近期进入这样，但是你终究还是散发出这一个讯息所带来的神秘的魅力啦。也许会有别的比较主动的、比较明显的爱情能量出现的时候，你会就被重新开启了那一个想要恋爱的能量，也有可能哈。持续了一整年的期待，持续很长的期待，终究会疲乏。它会有这一个低谷，会让你觉得，因为你已经感受到自己一个人很久了，
然后你学会了自己一个人很久了，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很久了，就会有一种假象变成是爱情没那么重要，因为他一直没有来，就很难彰显它的重要，所以它就会在你的生活里变成没那么重要而进入这个状态。那这个很迷恋你的人，他也没有太强的主动去开启你想恋爱的那一个开关。该说是两边都没有做好所造成的这个现象，而不是结果。也 OK， 我都把它当成是它就是有高有低，现在只是在这个低谷，接下来它就会上来。上来的关键点，第一是他远离你太久了，他必须要再回来靠近你。第二，你这边应该也倦怠了这种不想要爱情的感觉，最后他还会产生一种新的生命力，就觉得其实我还是想要爱情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起伏。只是现在我们翻牌的是它比较是下线的状态，那没关系，这就去做别的事情，习惯一下就好了。来，我来看。其实要看3张了哈，来看一下。这组牌宝剑牌真的出太多了，但是有金币10了哈。只是金币10的这一个完满圆满的相处，也就是说爱情出现，然后相处的很恰的这一个牌，它出在比较像是许愿的状态，所以这边给的一个提醒是，如果你选择2号牌的朋友，如果你否定了前面的这一个想法，你想要更积极的获得爱情，这边有出来，就是现在是一个把你想要的爱情的模样具体的想象想清楚很重要的时刻，因为它会影响后面的发展，整个加速啊，或是帮你找到适合能量的人的这个状态，其实还蛮重要的这个时刻。所以这个低谷并不是完全无用，它有一点像是一个脱身，让你不要再困在太渴望爱情的这个困窘里，它现在有一个脱身的状态，所以趁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想一下，你脑袋有没有很完整的爱情的模样。有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一种爱情的感觉，可是用想象的画面，你想跟喜欢的人做什么事情，在一起什么样甜蜜的状态，其实很难想象成一个具体的画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想象的时候。它不像生日许愿，随便许一个愿，可是脑袋没有画面。他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画面，这个时候需要把它想清楚。那宝剑能量出这么多哈，可能啦，我觉得他在讲的是有很多的外物让我们分心了。分心了什么？分心了我们专注于期待爱情出现的这一个乐观状态。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你疲乏了或习惯了没有爱情的状态太久了，它就显现得像是不重要，因为它没有重要过。好，然后所以你就会专注到其他别的事情上面，去让其他事情变成重要的事情，成为你的一种依托跟依赖，那就更彰显了爱情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就会处在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喜欢你的人，他也会感觉到这个状态，所以他就会只能按兵不动，期待另外一个更热络的你的状态来，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告白，这样子啦。那只能说，如果很严厉的位置出现宝剑这些，我觉得他也没放弃你，他也是觉得还需要时间再往后走，然后路径上不要想太多，自然而然的期待就好了，但不要到追求，也不要到放弃哦。对于爱情这件事，不要去追求或是去创造一份爱情的出现，或是因为爱情再也没有来，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你就觉得这份幸福不会落在你身上，这两个念头都要先取消，需要在自然的把自己过得自然一点、舒服一点，爱情就会自然的进来。记得它会有一个起起伏伏，等到浮上来的时候，这个人也会感觉到你的对爱情的开放跟什么。他对于他想要告白，他会变得比较没那么压力，比较轻松，他就会可能轻巧的就进入你的生活，然后跟你告白，然后他还会在你的生活里慢慢的回来加入你。也许在这份加入的时候，你们俩的感情也会变得更好，他就会找到那一份告白的契机。也说不定哈。好，那我想2号牌大概就这个状态了哈。那这个人这阵子可能比较没有在你附近，但他应该
在龙血之后应该会再出现。哦，那这组牌虽然翻的不多，但我觉得有提到一个重点是爱情哦，它会有种你自身出现的魅力。那这份魅力主要还是在于你的核心思维怎么去看待爱情，以及它怎么match你所期待的爱情的状态。白话一点讲，就是你可能要很具体的去表达你所渴望的爱情的样子，这样你周边对你有意思、对你有很强迷恋能量的人，你可以帮助他抓到方向，他会在他自己的心里找到跟你契合的点，来去找到路径，慢慢接近你，对你好，进而告白，让你明确的感觉到是有一个人在你身边这么喜欢你的。哦，我不是说我们要怪自己没有坚定这个信念，而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要专注着期待，好吗？因为我们会累哈，我们人性上会累，然后很多时候期待的东西一直没有来，抛弃它其实比较容易。好，有时候我们会进入这个状态，可是牌面上是希望我们乐观进取就好了，记得乐观进取哦，乐观的去期待，而不是去冲刺的去追求和把它捕捉下来。这个我执的意念就太强了，还是要顺着好，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很轻盈的状态，顺着这个能量走去，这样子比较舒服啦。为什么？因为你人够轻松自在，你比较容易让你的心的视野开阔，然后呢，会有更多除了爱情以外的惊喜会出现。也许爱情就躲在那个附近，因为你在接受这世界无限的惊喜的同时，你会散发出一种很正能量、很快乐的能量。那它会再吸引更多的好能量靠近，好，懂吗？不要把自己拘泥在一种不求救、毫无希望，反正我就是废了的状态，不要处在这种要更乐观进取一点，看待世界，要用一种比较开朗、开阔的眼神去欣赏、去看，它会影响你所散发出来的能量魅力，好吗？好，那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那我是觉得这一组讲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心灵上的建言有讲到一些那希望你能够接住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